魏无羡不禁疑惑，这真的是蓝忘机的房间？蓝忘机怎么可能在屋里藏酒？不过这2天发生的怪事太多，蓝忘机的种种行为已足够颠覆他对其以往的认知，似乎藏酒已不算什么了。就算蓝忘机去大街上弹琴卖艺，也不比抱着他翻山越岭更令人惊骇。奇归奇，既然发现了酒，不能不喝。魏无羡拾起一坛，拍开泥封，吨吨灌下。刚喝了2口，门外传来敲门声。莫前辈，你起了吗？魏无羡忙将酒坛塞回原处，盖上木板。拉开门，蓝思追和蓝景仪站在屋前，衣衫雪白，仪容整齐，不似他睡得浑身乱糟糟，还没来得及打理。魏无羡道：是你们？早啊。蓝景仪看了看天色，还早呢，都午时了。你的小苹果已经炒了1个上午了，你从哪里整来这么吵的一头驴，也不管。魏无羡一直念着自己的坐骑，昨日慌不择路时没能带上他，牵挂得很。闻言眼睛一亮，小苹果？你们帮我把小苹果带回来了？在哪儿？快带我去见他。蓝思追愧疚道：对不起啊，莫前辈，因为小苹果太吵了，莫前辈又没睡醒，就把它牵到后山去了。蓝家有早读的习惯，驴嚎不仅扰了学子们的吟诵，还乱了琴修们的节奏。无奈之下，只能先行带离。魏无羡道：啊，后山多荒僻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蓝思追忙道：后山不荒僻的，风景还很不错，要是莫前辈不放心，我们便带你去。其实魏无羡年少时在蓝家后山也闹腾过不少，自然知道那里山清水秀，如世外桃源，能让小苹果住进去已盛情难却。他只是嘴巴闲，随口那么一说，便调转话头：没事，有你们照顾我就放心了。你们还有什么事吗？就为了小苹果？蓝思追道：不是，听说你被韩光君救回来了，我们来看看你。说着不住地瞥他胸口，又仔细瞧了瞧他的脸色，忧心忡忡道：你没事吧？昨日那一撞可是真真切切，血都吐了好几口，随后又被鬼将军带走了，可把2人担心的茶饭不思。直到蓝忘机把人给救了回来，才长舒一口气。魏无羡道：没事，这么点小伤算得了什么？哎，你们要不要进来说？既然是来探望他的，老这么站在门外也不好。2个小辈一听，却慌忙摇头道：不，我们不能进去。别客气，里面没有旁人。蓝景仪忍无可忍：这是韩光君的卧房，怎么能随便说进就进呢？你还招待客人，你又不是你家。魏无羡眨巴着眼睛，回身看了看，果真是蓝忘机的房间。既然不愿进屋，3人便在门前坐下了。魏无羡问了2句昨日的善后，竟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鬼3万死了。死了？魏无羡面露诧异，半晌道：不是说要押上金陵台，怎么死的？蓝思追摇了摇头。蓝景仪道：没上金陵台，江宗主说要带回莲花坞去。平时这些人都是他带走的，所以大家也没什么异议。本来预计2天后就能到云梦，可今天一早，鬼3万被发现死在马车内。据说当时江宗主脸都气绿了，下命彻查。是用刀还是剑，还是什么其他东西杀的？好像是一剑穿喉。魏无羡陷入沉思。首先，人不可能是江城杀的，都已经在把人带回莲花坞的路上了，就算他再憎恶鬼修，也不急这一时。况且以他的骄傲，不会允许自己做出见不得光的行为。人在他手下暴毙，于他面子上也很过不去。那么究竟是谁杀的？有什么理由冒着被江家发现的巨大风险，暗杀一个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的人？无疑，鬼3万一死，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鬼3万哪怕还剩一口气，都会紧紧咬着他就是夷陵老祖这件事不放。可除此之外，还有谁能受益？难道是鬼3万的仇家见机不可失，便迅即报复？仔细一想，鬼3万身上的谜团也不小，说不准他背后也是有人指使的，不然一名清河地境的鬼修，如何对少山这般熟悉？如何了解到大梵山上失魂事件的内幕？不过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恐怕再也无从知晓了。蓝思追道：莫前辈，现在你能不能讲讲鬼3万夺魂和大梵山上的失魂事件到底有什么关系？
是呀是呀，我们都想了整整一天了，想得头都痛了。魏无羡失笑，两个孩子居然没忘了这茬，求知欲旺盛，极好极好。他将已知的线索串联起来，一一分析给他们听。小辈们聪慧，尤其是蓝思追，一点就透。所以大梵山上作祟的不是食魂兽或食魂煞，而是那尊五天女像。不错，所有被吸走了魂魄的人都是对他许过愿的。哦，原来如此。因为不是邪祟，所以风邪盘、赵阴奇等对其全无反应。这也是先前他们最苦恼的问题之一。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大梵山上的谜题破解了。蓝思追道：那这和鬼3万夺魂有什么关系？难道鬼3万就是食魂天女吗？魏无羡笑道：当然不是，食魂天女的道行还不足以支撑她画出一个如此逼真的人形。鬼3万和食魂天女为合作关系。合作关系？两个小辈叫道：怎么个合作法？一个负责杀，一个负责埋。天女可以吸取许愿者的魂魄，而鬼3万不知利用了什么法子，将愿望实现者的身份转到了自己身上，使人们如果对着他许愿也能生效。他之前和众人费的那一番口舌，就是在诱导他们说出只要能抓住夷陵老祖，拼了性命也可以那种话。他已经在众人的包围圈内了，所以算是愿望已经被实现了，自然想取谁的魂就取谁的魂。吸走的魂魄都到了食魂天女那儿，所以后来事情败露，众人逼着他归还，他也还不出来。一幕幕场景在脑中闪现，两个小辈一起被吸走魂魄的那些家主们，好像的确都是曾说过豁出这条命也要拿下夷陵老祖或应和过这句话的人。蓝思追猛然，这么说，他记住了所有许过愿的人，并且专挑他们下手，所以前辈你之后才敢冲上去，因为你没有许过愿，他根本拿你没办法。面对莫玄羽3番5次的故意挑衅，鬼3万几度暴跳如雷，却始终没有夺走他的魂魄。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蓝景怡叫道：可他明明不是真正的夷陵老祖啊，为什么拿下他就算实现了愿望？不是真正的夷陵老祖，但在许愿者心中是。从懒汉和阿烟姑娘就可以看出来了，所谓愿望实现，都是站在许愿者的角度实现就行，而非愿望本身真的实现。两个小辈面面相觑，似乎被这个逻辑打败了。但依照懒汉和阿烟姑娘等人的失魂之证，这的确是食魂天女的逻辑没错。片刻后，蓝思追道：莫前辈，我还有一事不明。什么事？食魂天女是一尊野神，人对她来说应该都是食物，鬼3万怎么能说合作就合作？天女听得懂人言，却不具备和人相同的思维，按理说不可能与人进行合作。这件事也曾困扰了魏无羡，不过联想到大梵山上的情形，便豁然开朗。魏无羡笑道：思追考虑的够细，正常情况下自是不会，但你不想想，现在不是特殊时期吗？特殊时期？蓝景怡茫然。什么特殊时期？魏无羡啧了声。夷陵老祖夺舍重生。蓝景怡一听更加蒙圈，一旁蓝思追却猛然醒悟，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难道是因为……魏无羡见他反应过来了，欣慰一笑，想过是鬼3万耍的花招，想过是食魂天女身上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却没想到答案如此简单。蓝思追喃喃道：竟是这样。蓝景怡着急道：哎呀，哪呀？你们别打哑谜行不行？蓝思追转向他：景怡，你说夷陵老祖夺舍重生后，大梵山附近是什么情况？蓝景怡想了想：还能什么情况？天罗地网呗。寻常百姓呢？